这块地是前1个礼拜栽的红树。你看前面这个杂草已经开始起来了。现在红树苗已经缓苗结束了，你看新叶已经长出来了。很多人看到我们栽的红树啊，来一个人都说啊，我们今年栽的太密了。大家看一下它密不密到底？总共是4亩多地，我们栽了是3万棵苗啊，3万棵苗。实际上这个从每亩的苗数算啊，不算密。但是为啥大家感觉到密呢？实际上主要是还是看就是平时大家栽种的时候，有时候这个习惯引起的。我们先来看每一棵苗的间距株间距，看见了没？基本上也就是呢20来公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红树苗的行间距，每行之间20、40，也是70公分，也就是株距是20公分，行距是70公分。实际上像这样的行间距不密，尤其种个鲜实红树，如果你太稀的话，那么你这个红树块会非常大。你大了以后，你鲜实红树它并不好卖。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鲜实红树种植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你一定要考虑到你这个红树的商品性。你太大了，没人要的，人家蒸红树的话，锅里面放不下，是不是？你太小的话，又形成不了商品性。所以说呢，鲜实红树一定要讲究个头均匀，所以说适当的密植一点像我们这株距保证在20公分，行距保证在70公分就可以了。通过这种方法，你就可能就说你这个每亩的红树的效益，因为你不要比产量，你比收益，比效益会提升很多。这就是很多有些种植户往往走入到一个误区，单纯的考虑到产量问题，而没有考虑到你的红树的商品性问题。今天来到我们这个甜瓜大棚，看下面甜瓜长怎么样，个头慢慢都起来了。基本上再有10天半个月，我们就可以吃到甜瓜了。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个基地这个甜瓜在种植的时候，我们一般的种植方法、管理方法如何保证出高品质、高口感这一块的。首先呢，不要贪。你像我们这一颗甜瓜一般会留4到5个瓜就可以了，1个、2个，这边3个，上面还有1个，4个这边这儿有1个，4个，到上面就没有了。像这瓜我们就要把它疏掉了，上面就只需要光合作用制造养分就行了，就不让它做瓜了。像这些头我们都要把它打掉了，就不能让它再长了，这些头都要把它打掉。这是留瓜这一块因为你本身是生态绿色种植所以说这个养分本身就不多，你留太多瓜的情况下，肯定会影响它的口感，所以这就叫牺牲一部分产量来促进那个口感高品质。还有一个呢，就是适当的去控水你看我们这个土壤下面都已经很干了，看见了没？已经很干了。适当的控水还可以提升口感，但是呢，控水也会影响产量的。另外是在防虫防病这一块我们一般就采用的是防虫网然后就是让这个虫进不到我们棚里面。另外很多人说你们这个夏天天热了，为什么还要搭棚实际上搭棚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这个雨水过多一个是可能会造成这个
根部受伤，另外一个呢就不方便你控水控肥来提升品质。如果你们想种出来一些高口感的农产品的话，可以像我们这样去做呀。今年的小麦呢，马上就要收割了啊，但是不容乐观。为什么说不容乐观呢？第一个，产量问题，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在4月份的时候，在小麦的扬花后期、灌浆初期，啊，突然出现了2天的倒春寒天气，啊，像我们黄河北那边都下雪了，啊，这样的一个极端天气，造成今年小麦产量受影响很大。还有一个，今年，过完春节以后，然后比较干旱，也是说产量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你好比说现在这个小麦，虽然我就站在地边的小麦往往势头比较大，但是你看地边的小麦，也就是1、2、3、4、5、6、7、8、9，到第10个的时候，估计都出现逼字了。第10个就会出现逼字了，所以说你可想而知，啊，虽然说我们年前气候比较适合，分解比较好，母岁数保证了，但是呢，千粒重受到了很大影响。你像驻马店呐、南阳啊这些河南的地方，小麦已经开始收了，很多种植户给我反馈说啊，今年的亩产小麦只有700多斤，不到800斤。所以产量降低还是比较多的。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今年的小麦的收购价格，现在已经开始往下降了。前2天我看报道说，收购价格降到1块0几分了，前一段时间还是1块2了。这个小麦一开始收以后，涨到1块0几分了。1块0几分啊，1亩地700多斤、800斤。所以说，这样的价格。收益以后还不够交地租嘞，所以说你如果承包地今年种小麦，形势啊不容乐观，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梦吉。上一期视频发出去以后，有朋友不理解，说为什么要在7月底这个最热的时候开始去定植番茄呢？像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啊，温度特别高。像一些病毒病呢，很容易发生，这个时候种植是比较困难的呀。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去种植番茄呢？大家想想看啊，像番茄种植还是比较麻烦的呀，先起垄，再定植，再浇水等等，到最后呢还得打杈了、摘叶了、采果了等等，非常麻烦呀。如果说你种出来的番茄5毛钱1斤，那你肯定不愿意，对吧？而咱们在这个7月底去种植的话呢，生长期3个月吧，到这个10月底开始成熟。像这个时候呢，一般大棚里边是没有番茄的呀，因为很多人也不愿意在这个温度最高的时候去种植番茄。再一个呢，像10月底的时候呢，这个陆地番茄也已经结束了，所以说像这个时候市面上的番茄是非常少的呀，一般番茄价格也在这个3、4块左右。大家想想看啊，这个时候3、4块，而像这个番茄集中上市的时候，最低番茄价格呢连5毛都不到。5毛跟3、4块，比如说4块、3块，这差了多少？大家想想看。虽然这个时候去种植困难重重啊，但是它这个收益肯定要比你正常时节去种植要高得多呀。虽然说咱们这个是水果番茄啊，一般不跟市场上相对比，但是呢，在这个其他人都没有番茄的时候，你这个番茄上市还是比较好卖的。说白了，这就是一个插口的问题，咱这是选择一个特殊的插口。那么这个时候种植番茄困难那么多，这个如果说你水平不好的话呢，它能种植成功吗？我相信也是可以的，只要你这个心细一点。大家可以说看咱们以后这个种植过程啊，因为我会经常拍摄这个番茄的生长过程，看在这个高温条件下，这个每周这个番茄都需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大家看完以后呢，也可以自己尝试去做，因为这样的话呢，你这个种植完以后，这个收入肯定要比以往要增加很多呀。